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观点。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0号。中共的权力核心是军权，而当了军委主席不等于就实际拥有了军权。今天呢，咱就专门花个时间跟你聊聊，为什么中共的元老实际上现在已经无法制衡习近平了。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看一下现在所处的时代。实际上，在2025年开始，人类就已经进入了 AI 文明。但目前真正能够玩得转 AI 的，实际上是两个阵营。一个呢是以中国为牵头的数字集权，另外一个呢就是以美国和欧盟为主导的民用的 AI。在这儿呢，方向完全不一样。你通过这个产品本身就清楚了。最终 AI 和人工智能机器人它结合的东西，中国推出的是什么呀？是军警。在最近我看了科技类的一些新闻，你明显感觉中共推出的机器人它充满了军事特征，动不动就是上百人的队列集体走正步，然后还来个这个，说明他输入的思想，他的程序是军事。有一天他是要走向战场，是要作战的。至于打谁那一定是他的敌人。第二呢，除了军人之外也有一些大量的消费者是什么？各地政府买单采购的警察。就是这些警察就要干一些脏活，他不怕什么抗议，也不用七情六欲，他下得去手，只要他的程序里边是擒拿格斗，是一剑锁喉，他就能干得出。在他眼里，哪来的父老乡亲呢？哪来的纳税人这个概念呢？所以未来中共的 AI 时代将是一个集权更加明显的时代，而老百姓呢会成为数字奴隶。经济上也是如此，他会把这种软硬件大量的输入到一些倾向于威权的国家。虽然说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它也有议会，也有监督，也有法院，但实际上要听那个最高领袖的，或者说呢实际掌权的人。这种假民主国家还是非常多的。在上一周我专门出了一期节目，中共实际上向全球的200多个国家中的120个，这已经超过了50%了。它在出口什么呀？它的监控技术。虽然说打的是安全的名义，实际上就是卖监控。无论是大华呀、什么海康威视中兴、华为它在为这些集权类的国家或者威权类的国家叫提高统治数。那我们反观美国、欧盟为主导的，他们的 AI 更多的不是服务于政府和统治者，而是普通的消费者。你看，就连马斯克公司推出的机器人呢，还有一些硅谷的机器人，它是倾向于家政，为你什么做饭、遛狗，为你洗碗，为你浇花。马斯克的机器人还能给你建后院，它是服务于咱们普通人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是服务于商业，就代替一些简单重复和有危险性的工作，它没往军警那个方面去培养。你政府你能采购多少？而且如果说军警都换成机器人了，会造成大量的人失业的。所以说，民主社会和集权社会同样是推 AI， 但推出的东西和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正题就来了，那为什么老习成为了 AI 时代集权社会的领军者？他手里的牌是远远超过普京和金三胖的，集权中的老大，现在是当之无愧，底下也是这个财大气粗。在最近我看了邓玉文先生他发表在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他分析了为什么现在中共的元老和自由派实际上无法制衡习近平。他就提到了邓小平
为什么能够干掉一些所谓的正直主持人呢？那他就拥有了一个组织合法的拥有权利，叫做中顾委。现在中顾委啊早就没了。第二个呢，他又提到自由派或者说元老啊，他会通过一些人事的提名，来制衡总书记。现在呢也没有了，因为老习发出过命令，禁止老干部呢妄议中央。当然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在表达的时候呢，就有个特点，他比较隐晦，有些话呢他不能说太透。也可能呢，他对这个组织还抱有一些希望，希望他们能够自我改良啊。在这儿呢，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想法啊。另外呢，和朋友们共同来探讨，就是我感觉呢，现在元老也好，自由派为什么不能制衡习近平啊？因为中共权力的核心是军权，而老习目前已经掌握了军权。为了让大家明白军权的含义和重要性啊，还是给大家聊聊中共的这个开山。老毛他是1935年获得权力的，一直到1976年死，他都实际拥有了军权。一开始虽然不是军委主席，军委主席名义上是周恩来，但是周恩来听他的。遵义会议实际上老毛成了核心，尽管总书记啊还是张闻天。那问题是在共产党体系中，向来是枪杆子出政权。老毛也说过啊，这个枪杆子既能出政权，它也能出党。实际上，中共一直认为说党指挥枪，那是给老百姓讲的，而真正党内人都清楚，谁掌握了党，谁掌握了枪，谁就能够造党。所以说，他享有了41年的时光，稳稳的坐稳了这个军权。那他死了之后，华国锋虽然说华国锋通过政变获得了军委主席的名号，但是他并不掌握军权，所以在2、3年后，他非常轻松的就把这个实际的军委副主席的军权给了邓小平。能不能不给？不行。因为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啊，主持工作的是老帅叶剑英，还有什么李先念呢，还有一些徐向前，这些老帅啊，根本不买这个华国锋的账。他们啊非常惧怕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啊这个人心眼比较多，所以他成为了军委副主席，那只是一人之下。但是呢，华国锋无法制衡他，所以说这个邓小平啊，没当过国家主席，只要是他担任了军委主席，一直到92年，他都是说了算的。所以说8964以后，江泽民呢一肩挑，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那他为什么无法号令军队呢？那就是2个副主席啊，他都使唤不动，因为邓小平还活着呢，你要不改革就下台呀。为什么他能对这个退休老干部能够对当今的军委主席发号施令？因为2个副主席都是他自己人，一个叫刘华清，一个是张震，这都是自己老部下，而且刘华清还担任过军委秘书长，那是大秘出身。你虽然说是军委主席江泽民，你指挥不动。那什么时候才指挥动呢？那得等老邓死了以后，这俩人啊是自然按照年龄退休，才真正提拔老江自己人，一个是这个迟浩田，一个是张万年。他当了13年的军委主席，真正交给胡锦涛的时候啊，只交了2个职务，一个是国家主席，一个是总书记。军委主席啊，晚了2、3年才交出去，你就可见为什么呀？因为他要完成换代。他直到把自己的另外2个心腹成了军委副主席，一个是郭伯雄，一个是徐才厚。胡温虽然说一个是总理，一个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没用。真正2个副主席啊，他听命于背后的江泽民，而不买胡温的账。在汶川地震期间啊，总理是指挥不了军队的，当时电话都摔了。
是人民在养着你们，出不出动你们看着办。电话一摔，为什么呢？因为总理啊，他指挥不了军队，军队要看大老板的意思，而明面上的胡温呢，只是一个看门的。那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改变的呢？我们必须说，老习能有今天胡锦涛可能要负最大的责任。我感觉他这个责任呢，比江泽民还大。江泽民把权力给了你了，并没有给习近平，您当时为啥不捏住呢？或者说，大家在观察这个老习的时候，你应该晚几年再交给军委主席。但他呢，赌了一口气。我感觉他一生能走到这一步，20大的时候能被人架出去，最大的原因是性格懦弱，该下狠心的时候犹豫了。再比方说如果军委主席过几年交，再培养培养自己人，不至于让老习钻了空子。那他在交接班以后他感觉我当了10年小媳妇，空有军委主席却无法号令军队，那我恨这种垂帘听政的人，我也不想当这种人，我全交。他倒是全交了，他以为会换来老习对他的尊重和感恩，实际上他错了。像老习这种性格的红二代他始终没有把胡温放在眼里。你们毕竟是平民的子弟长大的，我们才是真正的红二代、红三代。我们拿过来是理所当然，我凭啥我要感激你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给这个红二代讲这个感恩。好，当他拿到以后老习开始也并不掌握军权，因为什么呢？因为2个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他不光是胡锦涛10年内无法命令，实际上他也命令不了。那时候就想办法先让这俩人出事把他干掉。所以他联合了红二代之一的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开始对这2个不听话的军委副主席一查。这俩人实际上是经不住查的，实际上谁也经不住查。查出来了以后，证据一落，摆在那个江泽民面前，你提拔的人，老胡你支不支持？胡锦涛这时候肯定想出一口气，我压了10年了，我也想终于退休了。他支持所谓的习近平总书记反腐，要不说脑子糊涂那好了，当团派和红二代联合的时候，已经退休的江泽民那时候也不好讲什么了。这就是胡锦涛的又一步错棋。当拿掉老江在军中代表的时候，实际上老江就失去了对军队的所有的控制权。警卫局已经早不认识他了，2个副主席也没了。那开始习近平才开始掌握军权。当然，这个掌握军权是逐渐形成的，或者说他实际上是从江的人马中慢慢的拿到了军权，而胡锦涛的团派自始至终没有获得真正的军权。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个事实。那好了，他现在已经执政2个任期，现在已经是第3个任期了。再有人讲老习从来没当过1天兵，他没有掌握军权，那是错的。你要是在这岗位待个10几年，元老都被你收拾了，你也能掌握军权的。军队的人他要升上将，要当司令员，要贪腐，要获得更多的政治待遇，想获得更多的这个安全感，他一定是往上升的。你看现在有人能替代老习吗？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说老习在军中没干过，但现在他是结结实实掌握了军权。所以在网络上讲的什么张友侠呀，什么团派改革派，什么劫持了习近平这种毫无脑子的这种传言呢，你就不用听了那纯粹他并不了解中共的这个问题。军委副主席是无法掌握军权，他签字连一个连都调不动，而军委主席负责制，他就差老习的动作。那至于说团派什么改革派自始至终就没捏过1天军权，他怎么去号令
这个习近平呢？所以说啊，人一旦退休，当你周围的保镖、警卫、保健医生、秘书都是中央警卫局给你派的人的时候，你实际上跟坐牢啊没有太大区别。今天说了什么，明天说了什么，见哪个客人啊，这个都会被记录下来的。那你是否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就得等着老天爷把他的寿命拿走才会改变吗？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崇文兵变的时候啊，是警卫局长他和这个叶剑英还有华国锋联合干掉了四人帮，说明如果有的人下了这个决心，还是能够干成这件事儿的。这个人呢，他不一定是张幼霞，那可以说100%不可能是他了。那是谁呢？这个啊，咱就不知道了。有可能是警卫系统的人，也有可能是军队系统的人。只要他掌握了这些警卫权力，他就可以干得成。这也就是老习自己啊，目前尽管掌握了大权，但依然晚上睡不好觉的原因。因为他除了自己的家人啊，怀疑一切，怀疑所有的人。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干掉了，对吧？总政治部主任干掉了。那你说独裁者有真正信任的人吗？实际上没有。那这儿就是机会。当一个掌握权力，尤其是军队警卫权力的人已经被怀疑了，担心失去自己权利甚至生命的时候，也许有人就会放手一搏。那这就是比老天爷夺走他的生命更直接的办法。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我在另外一个频道大卫军情局讲到了路透社独家发布的一个消息，实际上军方正在和民用船只联合做登陆演习。如果您感兴趣，欢迎关注我大卫军情局。明天咱们继续聊其他的话题，再见。